在我女儿18岁生日成年这天，我小叔子一家为了省钱，逼我女儿给他们尿毒症的儿子捐个肾，而我收回了所有对他家的资质，看着他们家破人亡。妈，你说什么？你们要我女儿捐肾？你嚷嚷什么？不就一个肾，他捐给表弟又怎么了？嫂子，你先别激动，我们也不想淘淘受苦，可咱们全家就他一个的肾源匹配上了。我们家小智这尿毒症不换肾就活不了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之前器官库不是有匹配的肾源给小智吗？为什么现在又惦记我女儿的肾？那个捐赠者家属反悔了，私下找到我们说要100万才肯捐。嫂子，你知道我们家情况的，哪里掏得出100万啊？所以你们就把主意打到淘淘身上了，想要我女儿的肾？啥叫打主意？都是一家人，你作为嫂子帮衬弟妹，本就是应当的。淘淘这么年轻，捐个肾很快就恢复了。小智可是我们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没个好肾怎么行？你别这么自私，得为这个家出份力。妈，您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是吗？我没有给这家出力，洪波和映雪买车差20万是谁出的？您现在住的房子是谁全款买的？小智这2年透析的医药费是谁在垫付？是我。这些年我贴进去的钱没有300万，也有200万了。你看你做了一点小事就要计较个没完。老婆，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做了很多，这次你就再帮我弟一次，让小智换个好肾吧。方若姐，淘淘也是你的女儿，你就这么狠心吗？淘淘，你愿意帮帮小智吗？他可是你表弟呀，你不会见死不救吧？淘淘，我记得你作业没写完，你现在回家写作业。是啊，嫂子，捐个肾其实是小事儿，对捐赠者是没什么影响的。你何必这么激动呢？放你妈的屁！方洪波，没影响。那你现在就给我割一个肾看看有没有影响？淘淘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怎么说得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的？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话好好说。你女儿的高考明年可以再考。再说了，一个赔钱货读那多书有什么用？小智是个男孩，以后可是要给方家延续香火的。你不让淘淘捐肾，就是要害死他。你的孙子是男孩，是药祖，我女儿就活该做他的垫脚石，是吗？什么垫脚石？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在商量吗？今天淘淘生日，一桌子菜都是妈辛苦张罗的，你冲他吼什么？我几百万贴补出去是理所应当，他做几个菜我就得感恩戴德。既然如此，那这破菜我不吃了。程家兰，你疯了吗？对呀，我就是疯了。你妈平时对淘淘不理不会，今天一反常态，主动给淘淘张罗生日，原来就是为了让淘淘捐肾给他孙子是吗？哎呦，我的大孙子来了！奶奶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你知道淘淘今天有多高兴吗？他以为得到了家人的认可，没想到是盯上了他的肾。佳兰，我妈她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她了。呸！我给你脸了！你只生了个赔钱货，我没让若环离了再娶就不错了。个不下蛋的鸡！看看，这就是你说的误会。你和我妈计较这个干嘛？老一辈的思想就这样，何况是你先说在先，她气急了才会这样说。你别无理取闹了。我无理取闹？你妈都骂我是个不下蛋的鸡了，你怎么不说她满嘴喷粪？程嘉莲，你说什么呢？马上给我妈道歉！道歉？方若言，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跟你妈道歉。嫂子，你别说气话了。只要你这次同意帮小智，我相信妈不会为难你的。我凭什么要帮？帮你们还不如帮条狗，狗至少知道报恩。你怎么说话呢？嫂子，过去我不愿意和你们计较，
现在你们打我女儿的主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佳兰，没必要放狠话吧？方若文，你是淘淘的父亲，你想清楚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哥，你怎么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反了天了，敢在婆家撒泼！若文，你必须让他来和我道歉，还有同意给小智捐肾，否则以后逢年过节你们别想进这个家门了。妈，你别急，佳默他就是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我回去一定好好说说他。王医生，从现在开始，方小柱的透析费和治疗费我不再支付，帮我停掉自动扣费。妈，我们小智怎么办啊？医生说他要是不换肾，一直靠透析的话，就没多少时间活了。妈，您可只有这一个孙子。方若文，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你要是不帮他换肾，小智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妈，淘淘是我的亲生女儿，我都舍得到这份上了，怎么会不帮小智？你先别急，等我回去好好劝劝家门。当初要他再生个儿子，他不肯，现在又想撂开手不管小智，说到底都是你没用，连自己老婆都治不住。淘淘呢？淘淘住外婆家去了。什么？大晚上的让他去外婆家干什么？住过去好，省得有人惦记他的肾。你是在防着我吗，程佳兰？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把你当丈夫，可你骗我们去赴捐肾的局。捐肾没影响，淘淘怎么不能给小智？你有没有良心？我一直贴补你家，你妈还重男轻女，逼淘淘让步。我不会让淘淘捐肾，也不再给方家1分钱。他们一下子拿不出100万啊！他们有车有房可以抵押，只想占我女儿便宜。别让他们卖房卖车，我们停淘淘补课费，先垫钱救小智，行吗？你永远要牺牲淘淘，成全你弟弟。小智是方家唯一男丁，这个肾必须换。所以你也觉得小智比淘淘高贵？方若文，你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了。你媳妇停了治疗费，想害死我孙子！你老婆到底什么意思？治疗费说停就停了？你叫她滚过来接电话！妈，你别生气，佳兰她是一时糊涂了。大哥，是不是嫂今天生气了，所以停了治疗费啊？一家人有话可以好好说嘛，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你们先别急，我会和她好好说的。你看这事儿闹的，我就说这招太急了。现在好了，程佳兰不干了。你懂什么？就得这样把他逼急了。他不想他女儿捐肾，就只能乖乖拿100万出来给我们小智换肾。他一个绝户货，这钱就该他出。妈，那他要是就不肯给呢？你放心，我哥最怕我妈了，这会儿肯定找他麻烦的。他停治疗费也就吓唬我们一下，过2天还不是得乖乖续上？以前每次不都这样？程佳兰，你非要把事做绝吗？小智还在住院，你就把医药费给停了？他没有父母吗？他爸妈为什么不能自己出钱？你装什么傻？我弟2口子加起来收入没有你的1/10，他们哪有钱？当初你也说你弟还没发工资，让我先垫着，这一垫就是2年，每次一问就说手头紧，再缓缓。我没记错的话，你弟2年换了3部手机，周映雪还去国外玩了一趟回来，没钱。也只有你这种瞎子会相信他们没钱。做人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我们条件更好，多帮衬一下我亲弟弟，有什么不可以？你搞清楚，条件好的是我，不是你。帮衬他们的每1分钱都是从我账上出，成全你好大哥名声用的是我的钱，是淘淘未来要用的钱。我妈说的对，你果然一直看不起我。看不起你？你弟一家吸我的血，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妈偏心我也忍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谁？现在换来一句我看不起你，
是你看不起淘淘和我，才会觉得这些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淘淘的爸爸，我怎么会看不起他？哪怕你把他和小智摆在同等的位置，你都不会在他高考前打捐肾的主意。冬天他天不亮就起床去早读，夏天顶着毒日头去补习，就为了冲刺清北。你怎么敢提出这种要求的？淘淘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不心疼？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当初全家人都去配了型，只有淘淘一个人符合。要是我能捐，我宁愿自己捐了。当初就是你瞒着我带淘淘去配型的，你明知道未成年人禁止捐肾，你还带他去，说什么只是配一下看看，不可能让他捐。结果呢？他刚满18岁就被你们全家盯上了，到底谁不是人？什么叫盯上了？那不是因为等了2年没等到肾源，刚好淘淘又成年了吗？刚好你妈！程佳兰，你嘴巴放干净点啊！明明有别的肾源，你们非要坑淘淘一把，就是舍不得那100万。淘淘的肾不要钱是吧？比来比去，你们就觉得坑淘淘划算多了是吧？100万是什么小数目吗？他们凑不出来啊！那我们先把那100万垫付了，以后再让他们慢慢还不行吗？你聋了吗？我刚刚才说过，我不会再出1分钱。还慢慢还，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从前借出去的钱，你弟还过1分吗？不是哭穷就是卖惨。程佳兰，你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小智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见死不救的杀人犯。见死不救的杀人犯是亲儿子在生死关头还想着占便宜耍算盘的你弟弟一家。这次我绝不可能再妥协。方若文，你要是再拎不清，那我们日子也不用过了。程佳兰。李律，我想咨询一下离婚财产保全的相关事宜。这些年我的隐忍妥协，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等着吧，既然你们这么不识好歹，那这些年的账我们就好好算一算。妈，怎么了？佳兰啊，我来学校接淘淘，班主任说他爸提前把他接走了，你们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呀？什么？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淘淘的手表有定位，怎么在医院？难道……淘淘，妈妈，爸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磨蹭什么？赶紧把检查做了，看看能不能做手术。你怎么来了？你又瞒着我把淘淘带医院来，你还是人吗？我们只是先做个体检看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是啊，嫂子，我们只是带淘淘做个体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要是体检没问题，你们就会把淘淘逼上手术台；要是他不适合手术，你们就会死乞白赖的逼我出钱。我没猜错吧？嫂子，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是又怎么样？你没有兄弟姐妹，又只生了一个女儿，你的钱不贴给夫家，还想花去哪儿？我们老家那些做了长媳的女人，哪个不是勤勤恳恳伺候公婆、照顾小辈，把一大家子都安排得舒舒服服？就你这样，敢和婆婆叫板的，放在我们村都没人要。也就方若文蠢，娶了你这么个矫情货。我不准你这样说我妈妈。淘淘，你这什么态度？奶奶是长辈，不能这样对奶奶说话，快给奶奶道歉！道你妈的歉！你敢打我儿子！程佳兰，你疯了是不是？我就打了，怎么了？他们逼迫淘淘时，你唯唯诺诺；淘淘一反击，你就吆喝上了。你不配做淘淘的父亲。昨天我再三强调，不准打淘淘的主意，你们竟然还瞒着我，强行把她带来。这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们等着吧。
我们老方家没有你这样的恶媳妇，你别想再进我家门！我要叫我儿子和你离婚！妈，你冷静点儿。妈，你说什么呢？离婚？要离也是我踹了他，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淘淘，我们走。抱歉，宝贝，让你看到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妈妈，表弟真的会死吗？放心，不会的。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做的太过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维护我才会和爸爸他们吵架的。我只是有些失望，爸爸为什么要这样？还是无法避免让淘淘受到了影响。淘淘，爸爸他不是不爱你。妈妈，我没事。这些年外人不清楚你的委屈，我难道还不清楚吗？从小到大，爸爸总是被奶奶拿捏，被叔叔撺掇。虽然你从来不说，但我作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比谁都明白。我不想看你为了我的事儿不开心。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的淘淘懂事的让人心疼，方若文，你真是不配有这么好的女儿。你只管专心冲刺清北，其他的事有妈妈在，你放心。程总，好久不见。李律，我的情况在短信里都说明了。您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但是您女儿马上要高考了，这个时候采取手段，是不是有些着急？你知道吗？我回来之前刚去医院把我女儿接回来。正是因为她快要高考了，我才要速战速决。我太了解我丈夫一家了，他们只要觉得还有希望，就绝对不会放弃骚扰我女儿。对了，我有个房子想要卖掉，但是这个房子一直是我婆婆在住，现在我不想让她住了。我明白了，我来看看。大哥，钱续上了吗？我找财务预支了1个月工资，先把小智的透析费用垫付上，但也管不了多久。你没回家找嫂子要钱吗？佳兰，她带着淘淘回娘家住了，电话也不接。他以为带着淘淘躲回娘家，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吗？哥，不是我说你，你就让他这么随随便便躲回娘家呀？把你当什么了？我知道我带淘淘去医院，她一定会生气，但没想到这次她这么坚决。哼，哪有女人像她这样的，动不动就给婆家脸色看？你告诉她，再这样就打官司告她，和她离婚。妈，可不能这样说啊！咱家最有钱的就是嫂子了，这要是真离了，那钱以后不都便宜别人了？我还就不信了，带着个孩子，他还真敢和若文离？一个二手货谁要他？这是给他看看我们的态度。他也就嘴硬，真要离，他肯定是最急的。他从没和我动过手，今天看他在医院那个态度，估计是铁了心不帮咱们了。洪波，我劝你还是尽早抵押房产，把肾换了，免得真把小智的病情给耽误了。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不管我们了？妈，这样小智怎么办呢？我不是不管，我是真没办法了。你抵押房子、车子，先换一笔钱出来再说，不行吗？大哥，抵押房子的钱，我和洪波这点收入哪里还得上？万一房子被收走，到时候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小智上哪儿养病去？总不能换了肾就让他流落街头吧？妈，你不是说你一定会让嫂子出这笔钱的吗？你想想办法呀！别了，别嚷了，吵得我头疼。要不，妈，先把你这套房子抵押了，借点钱出来。什么意思？你
万一你们还不上，那到时候我上哪儿养老去？实在不行，你跟我们住，小智治病要紧啊。我们那房子小，妈来了哪里住得下呢？还是去大哥家住吧。大哥家宽敞，配套也好，适合养老。行，等缓过这阵子，我把嘉兰哄好了，会说服她再拿点钱出来填这笔贷款的。要是她不肯，我也愿意接妈去我那儿养老。妈，您看行吗？还不是你没用，被那个程家乐治得死死的，搞得现在要抵押我的养老房。您消消气儿，等小智把肾换了再说。我和嘉兰这么多年感情，她不会完全不管我的，她就是一时气急了。是啊，妈，肾源不等人的，咱们别真耽误小智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孙子啊。行吧，那行，我明天就去银行办抵押手续。哥，过了这一阵儿，你真的和嫂子好好说道说道，做人不是他这样做的。哎，你们怎么进来的？你们谁啊？我们是受业主委托来评估房子的。什么？搞错了吧你们？我什么时候叫人来评估房子了？你们肯定是搞错地方了，滚滚滚！没搞错，我们受业主程嘉兰女士的委托来的，钥匙都是她给我们的。你们是租客是吧？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业主要卖了这个房子。什么？卖房子？这是我的房子，他凭什么卖？什么你的房子？产权证上写的程女士名字，她当然能卖。程女士说了，你们要是赖着不走，就把你们轰出去。赶紧的，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搬走。他放屁！这房子已经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他想得美！你告诉他，我们是不会搬走的。你们干什么？入室抢劫啊！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啊！大哥，你快打电话给嫂子，她是不是弄错了？程嘉兰，是你找人来卖我妈的房子吗？什么你妈的房子？我付的全款，我买的家具，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我的房子，也是我个人的财产。当初不是说好了，这是买给我妈养老的吗？你再生我气也不能这样吧？当初是借给你妈养老，现在我不想借了，当然就要卖掉。还好当初留了个心眼儿，房产证没写他妈的名字。方若文，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你们却把我的好说话当成好欺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操！你们给我松开！你们干什么？我要报警！你们这群土匪！嫂子也太过分了，这是人能干出的事儿吗？离婚？你现在就告诉程嘉兰那个贱人，你要跟他离婚！妈，你嚷嚷两句出气算了，我不能真的和家人离婚啊！咱们现在这情况，离了就全完了。蠢出生天的东西，哪有女的真愿意离婚的？你就不会吓唬吓唬她，让她知道你不是开玩笑的？是啊，大哥，你怕什么？哪个女人会在孩子高考前离婚啊？有淘淘在，她不敢的。大哥，嫂子这回真是过分了，她要是不想做弃妇，就把房子还给咱们，还得向咱妈道歉。你告诉她，她要是还想她女儿能好好读书，就得恭恭敬敬的把我请回这个房子里去，再拿100万出来给小智换肾，否则就别想你再回那个家。谁是方若文？我是。什么？离婚？这是嘉兰寄给我的，她怎么能为了这点事跟我提离婚呢？嫂子怎么会想到离婚呢？
他路子比我们多，要是真把这房子卖了，我们怎么办呢？慌什么？他肯定是吓唬你的。这么多年了，他一直被你拿捏着。要是忍不了，早提离婚了，还用等到今天？对，嫂子肯定是放狠话，想逼你低头。大哥，你今晚先回岳母娘家探探口风，哄哄嫂子。他说离婚就离婚，做梦呢！这房子就算当初是他付的全款，那也是婚后买的。既然是婚后财产，那我哥理所应当占一半，不算清楚别想离。没错，这是婚后财产，这房子凭什么他一个人做主？若文，你现在就去找他。我的房子要是他敢卖了，咱们就闹到警局去。妈，别这么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闹到警局说不定真没回头路了。你先让大哥回去找嫂子说道呗。说啥呢你？以后咱们小智用钱的地方还多着，算不算清楚都不能让嫂子真离了呀。是，先让大哥回去找嫂子聊聊。大哥，他一直都听你的，这次你得让他知道你动真格的了。他再敢动这房子，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听到没有？你妈这一把年纪让媳妇从房子里赶出来，老脸往哪儿搁？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还能指望你吗？妈，是我不好，您本来就血压高，快别生气了。我会去搞定佳兰的，我这就回去。您先去洪波那儿小住2天。程女士，事情都办妥了。程女士，事情都办妥了，我们把霸占您房子的一家人都轰出去了。那就好，麻烦你们了。您这个房子户型好，正好符合我一个客户的要求，我明天就带他们来看房。行，尽早成交。你们事情办得好，提成我也愿意多给一些。没问题，您等我消息。佳兰，就买这里吧，这个户型好，采光好，妈肯定喜欢。可是这个房子挂牌价150万，比咱们俩预想的高出了50万。也是，可是一圈看下来就这儿最好，要不咱咬咬牙吧？咬咬牙，我手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啊。老婆，我妈过了一辈子的苦日子，难道晚年就不能过得舒坦点吗？咱们还年轻，钱没了可以再赚，把妈接来住更要紧。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妈，垃圾桶我放过来了。就你们城里规矩多，这房子我儿子买的，我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我先走了，接淘淘上课去。淘淘报那么多班干嘛？有机会你也该把小智带去一起补课，别光想着自己家，知道吗？吸完我的血，还想吸我女儿的血，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得逞了。乖宝，写完作业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非洲看草原大迁徙吗？等你考完，妈妈就报个豪华旅游团，带你环游世界，痛痛快快玩个遍，好吗？真的吗？妈妈，咱们是不是不回去了？妈妈，咱们是不是不回去了？难道淘淘还是很在意这个事？这回的事儿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唯一担心的是会影响你高考前的心情。妈，我的意思是不回去了，我就把我要用的书都搬到外公家来。淘淘，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奶奶喜不喜欢我，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妈妈，你是为了我有个和睦的家才处处忍耐，但忍耐其实换不来和睦。我这一刻才明白，因为我的忍让，淘淘无形中一定也跟着受了不少委屈。妈，我很庆幸，我现在已经成年了，你再也不用为了我忍耐了，我再也不用像个秤砣一样拖着你的脚了。不是的，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拖累呢？都是妈不好，应该早点带着你走的。妈妈，你等着，我一定会考上清北，赚钱给你，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受气。爸妈，这么晚你们怎么还没睡？佳兰，你过来坐，我和你妈有话要问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带着孩子回娘家住过，你这是有什么打算？你这是有什么打算？虽然你不说，但我们难道还不了解你吗？你这2天情绪都不对。爸妈，我想离婚，希望你们理解。离婚？你想清楚了吗？好，
现在离也不算晚。当初你和方若文是大学时期谈的恋爱，我和你妈想着学生时代的感情可贵，即便她家庭条件一言难尽，我们也没阻拦你。可是后来他家里人实在是太难相处了，我和你爸一直在后悔呢，怎么让你嫁进这样的家庭？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下定决心，爸爸妈妈支持你。对不起，爸妈，这些年让你们操心了。老婆，嘉兰，程嘉兰，开门！爸，嘉兰和淘淘呢？他们休息了。爸，你让我见见嘉兰，我要找她说清楚。爸，您还被瞒在鼓里吧？程嘉兰她要和我离婚，她想气我，也不应该这么任性吧？任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却还以为她是和你斗气，一时冲动？爸，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女儿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她。她不想见你，你就进不了这个门。您支持她离婚？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少年夫妻老来伴，怎么能真的离婚？爸，你是长辈，你怎么能纵容他胡来？你也知道说一句老来伴，你一次次让他忍让你家人时，怎么不想想他的感受？爸，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总不能不管我妈的死活吧？那是我妈呀！孝顺父母本是应当，可是不管自己家人死活，一味愚孝就是你的错。做父母的也该有分寸，难道向孩子索要什么，孩子就都得满足吗？这些年，你家里人从嘉兰手里搜刮多少？我不过问不代表我不知道。他为了你，好几次来找我们借钱。我承认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周到，但嘉兰也不能把我妈那房子卖了吧？我妈那么大年纪被赶出去，出事她负得起责吗？有话不能好好说。我卖我自己的房子被你说的丧尽天良，而你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句不周到。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嘉兰，我只是讨论，你没必要上纲上线。先跟我回家，别让邻居看笑话。我不会跟你回去，这个婚我离定了。你不愿意，那就法院见。嘉兰，程嘉兰，程嘉兰，程嘉兰，深更半夜闹什么？再吵我报警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是你非要闹的，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你好，是程嘉兰女士吗？这里是剑南路派出所，有人报警称你侵占财物，麻烦你过来一趟配合调查。好，我这就过去。方家人这就急了，这才刚开始，之前从我手里拿走的，我会让你们全部吐出来。程嘉兰，你还有脸来呀？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嫂子，你别怪我们报警，这事儿放谁家也说不过去。你又躲着不见人，我们只好来警局说道了。有瓜？什么情况？哎呀，你们看，这就是我儿子娶的好媳妇儿啊！我亲孙子得了病，他见死不救，还私自卖掉我的房子，把我一个老太婆赶出家门，简直丧尽天良！求大伙给我评评理！是啊，嫂子，就算你不喜欢我们，也不能这么对妈呀。妈这个年纪哪里经得起你这样折腾？这女的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这么态度。陈嘉兰，那房子是你和我哥的婚后财产，就算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只要我哥不点头，你都不能私自卖掉，这是侵权，是吗？嘉兰，我本来也不想闹到警局，但你实在太胡闹了。一会儿你按照民警说的把房子交换回来，我们也不会真要警察处置你，其余的回家再说好吗？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大能耐呢，就这？嘉兰，你闹够没有？嘴硬有意思吗？你们翻民法典的时候怎么不多看几行？李律，跟他们说说。这个房子购房的全额款是由程女士父母出资，并且注明了只赠与程女士一人，所以就算是婚后购置，也和方先生无关，更和方先生的家人无关。你放屁！哪有这样的？和我儿子结婚后买的，那就是我儿子的！你少在这唬人！当初买的时候，你可没说这是你父母赠与，你故意瞒着我。当初你非要买远超预算的房，说一辈子没别的，就想尽尽孝道。
得我只能去向我爸妈借钱，怕你心里不舒服，我才没告诉你。哇，原来这才是事实啊！反转了，这一家子这么无耻啊！让老婆出钱给自己尽孝，还想霸占房子，太离谱了！我不信，你们一定是骗人的！有纠纷就去调解，吵什么？这里是派出所，不是菜市场。警察同志，就是他抢我的房子，那房子我儿子明明应该占一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你就是程佳兰女士。我是。同志，你看，这是当时程女士父母转账记录，备注写明赠与程女士一人，产权证仅程女士名字，不存在侵占。是这样，没错，人家这的确是父母赠与的，不存在侵占。怎么会这样啊？这下怎么办啊？哥，你想想办法呀！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要开始。既然今天你们都闹到派出所了，那我就连本带利跟你们一起算算账。你弟当初买车从我这儿借了20万，你侄子的医药费我垫了60万，还有你开车撞了人，对方要10万赔偿，也是找我借的。这些钱你们一分都没有还过，还敢逼着我女儿捐肾！小兰，你们总共从我这儿借走90万，我要求你们这个月内还清欠款，否则我会上诉追缴。是官司，那不是要影响小智的前途？哎呀，没想到这媳妇儿这么心计算计呀，故意摆我们一道，让我一把年纪被赶出家门。嘿，贼喊捉贼呢，这是太不要脸了，把儿媳妇家当血包呢。要求一个孩子捐肾，从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事儿。拍什么拍？好了，事情说明白了，你们不要在这里吵了，都散了。别急，当初又没写借据，咱们直接不认账，他又能怎么样？你别在这造谣了，你什么时候借过我们钱了？就是，那都是我儿子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初你们说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写借据，不然就是我信不过你们。现在你们是拿准了我没有借据就不认账了。嫂子，你这话说的，程佳兰，你嫁给我哥，什么都是我哥的，我哥拿钱回家那是天经地义，你算老几？你找我借钱时说的话一清二楚，还有银行转账写了借款2字的记录，我也可以调取。那又怎么样？没借据谁会理你？是吗？李律，你来给这群文盲普法。这些证据在没有借记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数据证据被采纳。法官一看就知道谁在耍赖。不过我劝你尽早认账还钱，免得到时候打官司得连诉质费、律师费一起赔。说的是真的吗，哥？我给你们10天时间还钱，否则就等着吃官司吧。你他妈个臭婊子，少在这吓唬人！佳兰，佳兰，佳兰，现在家里困难，你不能这个时候还起诉我们吧？佳兰，你不能逼死我们呀！他们逼淘淘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着急？佳兰，佳兰，老婆。嫂子，他不会真的要告我们吧？我们哪有钱还他？我出钱给小智换肾，还想把钱和房子都要回去，我不会让他好过的。他单位在哪儿？我要去他工作的地方把他搞臭。喂，方先生，赶紧来医院一趟，你儿子快不行了。什么？医生，我的孙子呢？医生，怎么会突然又恶化了？患者刚刚抢救过来，体征暂时平稳，但必须马上换肾，不能再等了。之前我孙子明明好好的，还能下床走动，怎么才过几天就恶化了？是不是你们医院搞鬼？这位家属冷静，之前稳定是因为年轻有肾源，但你们迟迟不签字，一拖再拖，再不换肾会多器官衰竭，赶紧去想办法。当初你们说100万换肾贵，要淘淘捐，要嫂子出钱，现在耽误并行了。你什么意思？我和妈是为减轻负担，你有程佳兰一半本事，我们用这样？你整天看电视打麻将，好意思埋怨我？好，你是嫌我不够有钱了？好了，别吵了，赶紧联系捐赠人才是正事儿。还不都是你没用！
你口口声声说会搞定，结果呢？你口口声声说会搞定，结果呢？从小你就没你弟聪明，媳妇儿不听话，生个赔钱货没香火，你有什么用？早知道不该耽误时间。是我没用，为让你满意，我家快没了。在你眼里，我永远比不上弟是吗？哥，妈气急了，别较真。是啊，大哥，一家人犯不着。嫂子，还是得找嫂子。外部肾源要100万，哥你去求他，不要讨到肾，不要房，只要他不离婚不起诉就行。我去求他怎么求？当初为你们闹成这样，现在撕破脸要离婚了，哪里回得了头？大哥，我们想差了，你就假装认错，先缓过去，这是生死关头啊！你们，我可以低声下气去哄他，可小智等得起吗？就算一时不离，他也不会再拿钱给你们。把房子抵押，贷的钱够还身，只能稳住嫂子，以后我总有办法让她填这笔钱。对，先稳住他，说不要房不要肾，家和万事兴。等换完肾，再慢慢从他手里抠钱填贷款。是，大哥你去说，嫂子肯定不生气了。我们也不想你离婚呀。你先低头，你没本事让他服软就自己服软，难道想看着小智死吗？其实这么多年，我和佳兰一直还算和。行了，先换肾要紧。耀儿，我跟你去办抵押，这段时间我上你那儿住。妈，我们房子小挤，怕你住不惯。大哥家房多，你去大哥那儿住吧。行，我愿意照顾妈，只是佳兰那边……要不我也去给嫂子道个歉吧，我跟她解释一下。要不我也去给嫂子道个歉吧，我跟她解释一下。你道什么歉？是他先把妈赶出来的。我们闹到派出所，不也是因为他不肯见我们吗？行了，别争了，你们先去把捐肾的补偿费带出来吧。佳兰那边，我先去找陶陶谈谈口风。这回你们谁也别掺和，免得又火上浇油。淘淘，过来。爸爸，你怎么来了？我和你妈吵架影响到你了，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补偿你。谢谢爸爸。不了，我午休时间很短。那没事儿，爸爸给你班主任请个假就行。爸爸，你记得我在哪个班，班主任姓什么？是爸爸疏忽了，不够关心你。你单词机被小智拿走了，爸给你买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你单词机小智拿走了，爸给你买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你妈最近也不接我电话，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回家记得劝劝你妈妈，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闹成这样，也影响你学习不是？就因为我懂事，所以我有什么好东西，你总是要我让给小智。这种委屈，我和妈妈都不想再往肚里吞。你这孩子，而且我已经成年了，妈妈要如何做是她的自由，我不想干涉。你也怪爸爸让你捐肾是不是？其实我和你奶奶就是那么一说，没真打算让你捐。没想到你妈反应那么大，闹着要离婚。爸，这就不是单独一件事导致的。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至少先去和妈妈诚恳的道个歉吧。你这孩子已经买了，你就拿着吧。爸，单词机我不需要了，高考词汇早就背完了，你回去吧，我去找同学一起吃饭了。妈，你先休息，我把你的东西拿到客房先收拾好。嗯。败家娘们儿。这贱人浪费钱买这么多好东西，自己享受，不拿钱出来给我孙子换肾。等这阵子过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陈总早。陈总已经和陈总约好地方了。陈总喜欢文玩，我之前特地找人带回来一串白蜜蜡，放家里了，你陪我一起去取了，送给陈总。好。
妈，东西我都收拾完了。妈，你翻这些东西做什么？佳兰知道又要生气了。哼，我就拿来看看，又不要她的。这么多好东西，还不许你妈瞧瞧啊？真是个黑心肠的贱货，给小智换肾不舍得出钱，净买这些没用的玩意儿，还怪我们贪心。妈，你既然不想我们离婚，就少说几句吧。只是跟你抱怨几句，这也不行。她既然嫁到我们家，就该以婆家为先，事事只想着自己，买这么多浪费钱的玩意儿，对你弟弟家却那么抠门。难道我说错了？你心里有怨气是不是？觉得是妈害了你，让你见不着老婆女儿是不是？妈，我没这么想。哎，妈老了，你弟运气不好，没个好工作，儿子又生病，这个家还得靠你撑起来呀。所以这次佳兰虽然过分，但我也不想和她计较。妈为的都是这个家啊。没事儿，妈，既然洪博他们贷款已经办下来了，等小智换了肾就会好起来。佳兰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我也是说话太急了，两个人才闹成这样。我想好了，我去找她道个歉，以后慢慢再说。佳兰，你回来了。佳兰，你回来了。这是谁？哥，我是程总的下属，我陪程总来取给客户的礼物。哦，我是他爱人，进来坐。离婚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协议什么时候签？佳兰，我想好了。你全款买的房子，我妈以后不住了，之前垫付的医药费等等，我弟弟他们也会还钱的。咱们有话好好说，别提离婚，好吗？房子本来就是我的，用不着考虑你们的意见。捐肾的事儿，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已经看清了你这个人，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你纠缠。我拿了东西就走，你不同意，我就起诉离婚。佳兰，咱们这么多年感情，你就这么无情吗？你动了我的东西吗？我没有啊。给我。什么东西？你手上戴着的，是我要送给客户的礼物。哦，就是这玩意儿啊，我也就看看，你不会跟我好好说吗？你不经过我的同意乱动我的东西，我已经很客气了。你这个小妈，佳兰，妈只是好奇看看，没有别的意思。是啊，佳兰，你没必要这么紧张，都是一家人，你和若门有什么话也要好好说，不要带情绪。是啊，佳兰，妈也知道他之前说话难听了点，你看他住的房子也被你收回了，他也没说什么，你也别生气了好吗？一家人，谁会逼家人捐肾呢？这不是没捐吗？我们当初也就是问一句，淘淘不还好好的在学校吗？难道要等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才有资格生气，有资格离婚吗？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成全你。从你动了这个想法开始，你就不配再做我的丈夫，不配再做淘淘的父亲。你不想离婚，无非是放不下我能带给你们的好处。我不吃这套，把手串还我，我还要赶着去工作。给脸不要脸！我儿子不同意，你就别想离这个婚。这破手串我也给你砸了！程总，没事，我接住了。你知道那双手串值多少钱吗？又想显摆你那套婚前婚后财产的说法。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婚后买的，那就都是我儿子的东西，我想怎么扔就怎么扔。妈，你又急了，快别说了。咱们都这么低声下气的和他道歉了，他还不识好歹，离呗，你离得了吗？还敢带个男的回家？谁知道你所谓的忙事业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才非要离婚？我告诉你，要么老老实实回来过日子，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要么我就去你单位闹，去淘淘学校闹。佳兰，你怎么能对我妈动手？还敢打我女儿主意？下次我直接砸你头上！造我的谣，看不上我女儿，还舔着脸来住我的房子，我让你住！哎，你干什么？程佳兰，你疯了！你怎么变得这么蛮横？从前的我倒是脾气很好，你配吗？你凭什么砸东西？这些都是我儿子的。你自己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的婚后财产，我看不顺眼，想砸就砸了。你要敢去闹淘淘试试，我还有更蛮横的手段。
你这个败家的！我作为同事都看不下去了。程总在公司一直为人和善、体贴下属，在你们这儿被逼成什么样了？就你刚刚说的那些垃圾话，你好意思指责程总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什么事儿？我算个人，你算吗？只要是正常个人都看不惯你们的所作所为，再造谣我和程总，小心我告你！小王，我们走，没必要和他们浪费时间。这个杀千刀的贱人，这是铁了心要把我们一家踹开啊！程家兰，你既然这么绝情，那就别怪我算计了。你要干什么？我就和他拖着不离，然后想办法把洪波的贷款转成我和程家兰的共同债务，他别想脱身。程总，刚刚我是不是多管闲事了？谢谢你维护我，您不怪我就好。我现在就怕他们真的无耻到去学校骚扰我女儿。距离高考只剩1周了，这也不难，让他们在高考前分不出神来去办这件事就行。你帮我联系一下追债的公司吧。什么？程家兰居然这么嚣张！你妈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我们之前真是对她太客气了。早知道就不该回去求他，可能就是欠收拾。他是不想他女儿能顺利高考。干什么？你们吓唬吓唬程家兰就算了，难道还真想去为难陶陶？她是我亲女儿。哼，大哥，你那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他可没当你是一家人，他只认他那个有钱的妈。说什么呢？陶陶还小，不懂事儿罢了。方红袍，陶陶再怎么样也是你的亲侄女啊！你儿子有病，我再舍不得也肯让陶陶捐肾。你呢？为了和程家兰较劲，难道要毁了我女儿？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嚷嚷什么？说这种话你就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东西，你老婆更不是东西。洪波，你说什么呢？大哥，你也别生气，洪波他最近压力有点大。昨天小芝已经成功换完信了，你们也不用那么焦虑。至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现在我那儿住着不方便，这段时间妈就住你们这儿，等小芝回家也多个人照顾她。应该的。大哥，你今天也留下吃个饭吧。不了，家里烂摊子还没收完，我走了。洪波，不管怎么样，陶陶是我的女儿，高考前你绝对不要去骚扰她。知道了，知道了，我就是说说而已。一个赔钱货，考得好不好有什么重要的？毕了业和你大哥一样，也是个没用的东西。我们家小智现在虽然已经换了肾，但回学校读书怎么也得明年了，还得交学费。你们是没见着程家兰这个贱人，家里买的用的全是我没见过的牌子，都是好东西。这么多钱竟然一分都不愿意拿出来，我们小智也是命苦，白白耽误了时间。不然这回高考绝对会比那个赔钱腾考的好。妈，大哥说他能帮我们转移债务是真的吗？对，我听说夫妻共同债务没那么简单的，如果妻子不知情，大概率不算数的。咱们之前就是不懂这些，让程家雷吃得死死的。这回咱们可不能再大意了。你大哥就不是那个贱人的对手。他之前每次都说让我放心，结果都是让人拿捏受气。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废物？妈，我看程家兰现在是铁了心，唯一的软肋就是淘淘。咱们想逼他拿钱出来，就得好好利用这一点。高考一过，那小赔钱货出去上大学了，咱们可就再没什么能要挟程家兰了。那你的意思是，高考前就是最好拿捏他们的时候。他程家兰我们斗不过，可淘淘是小姑娘，脸皮薄，风言风语可经不起几句。他要想淘淘不受影响，好好考试，什么债务，什么医药费，他全都得给我办得妥妥帖帖，认了这个债。可这要是让大哥知道了，会不会再也不帮我们了？你大哥最孝顺，只要我说两句，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小贱蹄子，父母要离婚了，连帮爸爸说句话都不肯，有什么好维护的？天，我就让他女儿的同学也看看，一家人是怎么狼心狗肺、见死不救的。到时候，程家兰肯定哭着来求我。
是大哥忘了拿东西了吗？你们是谁？你他妈谁呀你？这是我家！就你欠钱不钱是不是？儿子，你没事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儿子，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了人？我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没有错，就是你欠了人家医药费不给，借的钱也不还。你是程家兰雇来的，他妈的，你们这是犯法！什么叫雇？话可不能乱说。我是程小姐的朋友，来帮她和你们说道说道。你们打人就是违法！你们欠钱不还的时候不想着遵纪守法，现在倒是讲法律了。我还不清楚你们这些人吗？法院不判就拖着不还，法院判了就当老赖。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要你还钱了，你当自己是老子。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交钱出来。妈妈真的是没钱还。我查过了，你房子抵押出去了，去掉你儿子手术的钱，还有余钱。我儿子术后养身体还需要钱啊，能不能宽限一下？宽限？前面那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名下还有一台40万的车，这老太婆在银行里还藏了50万，把这些钱都拿出来，还完程小姐的钱，怎么就不够你们儿子养身体了？自觉点，不然到时候我会把你们的丑事发给所有认识你们的人。你这么做是违法的，你就不怕我们报警吗？报警？你们儿子刚换完肾，还在医院吗？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们几个去那儿坐着和他聊天，不犯法吧？他还只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滚开！你们这么丧尽天良，就不怕遭报应吗？少他妈的废话！我大哥说了90万，1分都不能少。呸！跟你们这种人说话，我都嫌晦气。听说你们还逼程小姐的女儿给你们儿子捐肾。我干这行，也算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了，还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耻的。求你了，别去找我孩子。说到你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着急了，那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人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不想让我去医院，就老老实实还钱。我给你们1周时间，不管你们去办抵押也好，卖车卖房也好，7天后我要看到这笔钱到账，否则我多的是合法手段，让你们全家吃不了兜着走。这可怎么办啊？难道真的要把我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去还给程家兰那个贱人？妈，现在小智最要紧，他刚换完肾，还得观察排异反应，不能让这群无赖去骚扰他。你就帮帮我们吧！哎呀，怎么弄成这样了？我的命好苦啊！没办法了，小智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就算躲回家，他们也能找上门了，只能赶紧把钱还了。姐，已经通知到位了。好的，做得好。我办事，你放心吧，姐。只准用合法的手段，不要惹上官司。还钱是其次，重要的是让他们没工夫去找我女儿。我明白，我让我2个弟弟在他家附近盯着呢，高考前绝对出不了差事。那就好。怎么样？还有3天就高考了，有信心吗？虽然很紧张，但是我还是有把握的，妈妈。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等你考完，妈妈带你痛痛快快去玩。
离婚协议你签了吗？还有3天，淘淘就要高考了，我能来看看他吗？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添乱了，挂了。哎，佳兰，佳兰，我愿意离婚，但是我想见面聊聊，你顺便把协议也带来吧。佳兰，我愿意离婚，但是我想见面聊聊，你顺便把协议也带来吧。行，半小时后我有时间。洪波，不管怎么样，淘淘是我的女儿，高考前你绝对不要去骚扰她。知道了，知道了。一个赔钱货，考得好不好有什么重要的？妈，大哥说他能帮我们转移债务，是真的吗？妈，我看程佳兰现在是铁了心了，唯一的软肋就是淘淘，咱们想逼她拿钱出来，就得好好利用这一点。你大哥最孝顺，只要我说2句，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贱蹄子，父母要离婚了，连帮爸爸说句话都不肯，有什么好维护的？方若文，你真是个笑话，不，你连笑话都不如。想好了就签了吧。想好了就签了吧。佳璐，坐着聊会儿吧。这个咖啡厅，咱们生淘淘以前还经常来，你记得吗？不记得了，长话短说吧。我弟他们已经把车给卖了，但是还完这笔钱呢就没有钱生活了。能不能先还50万，剩下的40万明年再给？我会看着他们，保证不会赖账的。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折，还我60万，剩下的算了。但你今天就得给我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我不想拖泥带水。我知道是我活该，但是咱们之间真就再也没有可能了吗？现在问这些不觉得晚了吗？我后悔了，佳璐，我不该忽视你和淘淘的想法，我不该自以为是的牺牲你们的需求，我以为牺牲就能换来认可，我错了，大错特错，我以后一定把淘淘放在第一位。佳兰，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你，别拆散我们这个家。佳兰，我们这么多年，从校服一路走到婚纱，孩子都这么大了，从来没有过什么原则性问题。平时只要我家里人不来，我们日子还是很幸福的。宝宝，我是爸爸。还认得你的声音呢。到了。爸爸生日快乐！有你们真好。过日子不能只看好的时候，有事发生时才能看清身边人的本质。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了，你从来不珍惜，把我和淘淘越推越远。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你了，签了吧。乖孙，来，吃一口吧。不吃，做的太难吃死了。好，好，好，不吃。你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去买。我不想吃。我妈呢？我爸呢？我做个手术出来，他们人影都不见。乖宝，你爸妈办事去了，不是不来看你。办什么事比我重要？怎么样？他怎么说？他说只有你们还60万，今年还30万，明年再还30万。好，你弟抵押车的钱今天放款了，刚好能还上这30万。这回他怎么这么好说话？愿意少拿30万，丧良心的贱人一个，害得我天天守在医院，就怕收债的来，还以为他多厉害呢。因为我签了离婚协议了。什么？你把离婚协议签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跟我说要拖着不离，然后帮你弟转移债务的吗？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个蠢出升天的玩意儿！你把婚离了，咱
家的账以后谁来评？妈，至少你的养老钱能保住一些了。小智这个月的住院费我也交了，我能做的全部都做了。我一直都很听你的话，因为你是我妈，我这辈子都欠你。但是以后我不想再管红光的事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更喜欢洪波，你总说他更像你，我也没有怨你。洪波上大学没钱，你让我打2份工赚；洪波找不到工作，你让我到处求人去给他解决。你找我翻这些旧账干什么？那是你弟弟，你不帮谁帮？我做这些是因为你是我妈，因为我不想你操心。你说让淘淘捐个肾给小智，我都忍了。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你每次说那些恶心人的话，我都拦着佳兰让她别和你计较。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你是老一辈，有些事儿改不了，但你们居然背着我商量去学校，毁了淘淘的高考，你们把我当什么了？你现在是觉得我亏待你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怎么对你的你知道，你们怎么对待我的呢？把我当工具，把我当外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为了你去给洪峰擦屁股了。哎，妈，你怎么站在门外？完了，这下全完了！洪波，你哥和程佳兰已经离婚了。什么？已经离了？签了字了，手续都办了。你哥还放话说以后也不管我们了。怎么真离了呢？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啊？车也抵押了，妈的房子也没了，我们手里剩的钱交完医药费也没多少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啊？嚷嚷什么？什么事都只知道哭哭哭！既然离了，那就不是一家人了。这贱人，把妈的养老房收走，还害我抵押车子，现在又把我们一家一脚踹开，他别想善罢甘休。算了吧，老公，我感觉我们根本斗不过嫂子。他又没有兄弟，家里就一个女儿，我还怕他？我哥不管了正好，省得碍事。你还是打算去找那个赔钱货的麻烦啊？你大哥那天听到你说的话，就是为这个伤了心。你要是真去闹了他女儿，我怕他真的再也不会理我们了。妈，你别多想了，不可能。我哥离了婚，他的家人就只有我们了，他也就是说说气话罢了。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你小子还想去骚扰人家女儿呢？没有，我没有，还没有。你小子鬼鬼祟祟去印刷店的时候，我就盯上你了，你当我瞎呀？我告诉你，虽然钱你是还上了，但是高考前你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没你好果子吃，我可盯着你呢。哥，还真让你说中了。收了钱当然得办事。程小姐出手大方，离高考就2天了，这2个人一定得盯紧一点。知道。怎么样，发挥的好吗？我觉得我已经超常发挥了，真的，太好了！我已经订好机票了，咱明天就去旅游。好耶，爱你，妈妈。辛辛苦苦备考了这么久，现在就该痛痛快快玩去。买这么多菜干嘛？现在家里又没几个钱了，你还这么大手大脚？也不知道节约一点。妈，你吃不了那么多，小智可还要长身体呢。
下周他出院回家了，你可别再说这些了。怎么样？那两人没在楼下了吧？我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他们。高考都考完了，肯定走了。真是没想到程家兰这么阴险，还专程雇2个人来盯着。没能趁高考这个节点逼他拿钱出来，真是可惜。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你除了抱怨还会什么？工作也没一个，以后还得靠我儿子养。妈，你儿子那点工资哪里养得起家？说白了，以前咱们都是靠嫂子养，现在好了，你把人给逼走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当初是谁来找我哭，说换不起肾，想求嫂子又开不了口，逼人家女儿捐肾的馊主意可不是我出的。都别吵了。喂，总监。你来把工作交接一下，下周起不用来了。什么意思？你要开除我？不是开除，是公司结构优化，你这个岗位不需要人了。你什么意思？说是优化，不就是开除？你早点来收拾东西吧。公司怎么能说开就开我？是不是有小人害我？什么有人害你？方洪波，你工作态度什么样？你自己没点数吗？一天到晚请假，交上来的报表错漏百出。经理，你帮帮我吧。我现在这个情况真的不能没有工作。你别逼我说难听话，这是公司已经决定了的事儿，赔偿也会按规定给你的。你早点来交接就是。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忽然被开除啊，老公？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解雇我？这也太突然了。是程家兰，是他做了什么？他还嫌我们不够惨？不会吧？肯定是他！这个贱人一直盯着我们整。他女儿考完了，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程家兰，你给我滚出来！儿子，这回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好给你妈我出口气。程家兰，怕了吗？你敢不敢出来面对我？妈妈，你说我这次能拍到小狮子吗？肯定能，我订了一家位置特别好的酒店，离保护区特别近。反正咱们这一趟要玩15天，时间充足，有的是机会让你去拍。我已经等不及。爸妈，一会儿要飞很久，你们把这个带着好睡觉。这还是外公外婆头一次和淘淘出去玩呢。是啊，咱们一家人难得有时间一起旅游。拿回那些原本就属于我的钱，也是时候带自家人好好享享福了。怎么还没下来？你们怎么去这么久？他人呢？看样子是不在家。儿子啊，要不今天先回去吧，天气太热了。是啊，在这守株待兔也不是个事儿。行，我就不信他能拖家带口消失。他总要回家的，晚上再来。今天倒一下时差，明天再好好玩。大草原，我来啦！什么人啊，在这晃悠一天了。儿子，今天要不先回去吧，妈实在受不住了，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浑身疼。不可能，他爸妈就这一套房子。这都11点了，别说程家莲了，连淘淘也没见着，他们是不是不住这儿啊？那咱们明天再来行不行？我这老腰实在是疼得不行了。行，咱们先回去吧，你快来扶着妈。我看到角马了，他们排着队。小心一点，别摔着。
妈妈，谢谢你带我来，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景色。儿子，3天了，咱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不对劲儿啊！淘淘，看镜头，3、2、1。外公拍的真好看，是因为我们淘淘好看。走吧，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呢。儿子，3天了，咱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不对劲儿啊！他妈的，这娘们是不是出去享受了？要我说，今天小智出院，咱们应该和小智他妈一起去接他，不该在这儿浪费时间。映雪一个人去就够了，他娘的，不找程家兰出这口恶气，我不痛快。让我堵到他，我他妈非得抽他几个耳光。就是那2个人在这里鬼鬼祟祟好几天了。你们不是业主吧？不是业主怎么了？来找人的不行啊？我们来探亲的，我儿媳住在这儿。哪有探亲的一直在楼下等他？你上哪一户探亲？打电话给业主，我核实一下。我们那个电话没打通。业主叫什么总知道吧？我哪记得那小贱人老爹叫什么？我们就是来找人的，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穿个制服就以为自己是警察？我们这小区本来就严禁外来人员随意进出，为了业主安全考虑，请你们离开。走走走，松手！多管闲事啊你们！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上门踩点贴广告的？再鬼鬼祟祟，我们报警了。妈，你们怎么在这儿？老大，你来了，你快和他们说一下，我们是来找人的。之前和你们登记过，我女儿住这儿，我家里人。早说啊！问了半天什么也说不出来。人模狗样的东西！嘿，你们来干嘛的？你又来干什么？都离婚了。淘淘高考完，我作为父亲还不能来看看他？到时候要办升学宴什么的，我总不能缺席吧？是，你女儿要上考大学了，要风风光光办升学宴了，你要跟着沾光了，连自家人都放话不管了是吗？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找程家兰麻烦吗？省省吧你，大哥。你不过也就是看淘淘将来有出息才这么紧张，怕我坏了你的摇钱树。你真是个畜生！我畜生！你他妈的什么都有了，不肯帮兄弟一把，到底谁是畜生？从小到大你都不如我聪明，凭什么你娶到有钱老婆，还生了个健康孩子？你这个畜生，你过得不好就来害我！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妈！陈总，休完大假了，环游世界体验如何？是啊，昨天刚回来，玩得挺开心的。你之前托我办的事儿都办好了，你收回来的那个房子也卖出去了，算了算你还赚了30万呢。多谢李律。听说你女儿考上了清北，恭喜你啊！该请客吃饭了吧？你消息还真是灵通呢，李律。我帮你跑这个房子的手续时，还听说了一些事儿，是你前夫家的事儿。听说刘金兰中风瘫痪了，方洪波没了。刘金兰突发中风，瘫痪不能自理，你前夫拒绝照顾她，她只好住在小儿子家。两口子为此撕破脸离了婚，女方带着儿子走了。那个方洪波急了眼，居然跑去举报捐肾给他儿子的人，以器官买卖违法为由，逼着对方把那100万吐出来，
谁知那家人也不是好惹的，拿把水果刀就把他捅死了。这可真是现世报啊！与我无关，以后我只过好我自己。服务员，买单。在我女儿18岁生日成年这天，我小叔子一家为了省钱，逼我女儿给他们尿毒症的儿子捐个肾，而我收回了所有对他家的资质，看着他们家破人亡。妈，你说什么？你们要我女儿捐肾？你嚷嚷什么？不就一个肾，她捐给表弟又怎么了？嫂子，你先别激动，我们也不想淘淘受苦，可咱们全家就他一个的肾源匹配上了，我们家小智这尿毒症不换肾就活不了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之前器官库不是有匹配的肾源给小智吗？为什么现在又惦记我女儿的肾？那个捐赠者家属反悔了，私下找到我们说要100万才肯捐。嫂子，你知道我们家情况的，哪里掏得出100万啊？所以你们就把主意打到淘淘身上了，想要我女儿的肾。啥叫打主意？都是一家人，你作为嫂子帮衬弟妹，本就是应当的。淘淘这么年轻，捐个肾很快就恢复了。小智可是我们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没个好肾怎么行？你别这么自私，得为这个家出份力。妈，您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是吗？我没有给这家出力，洪波和映雪买车差20万是谁出的？您现在住的房子是谁全款买的？小智这2年透析的医药费是谁在垫付？是我。这些年我贴进去的钱没有300万，也有200万了。你看你做了一点小事就要计较个没完。老婆，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你做了很多，这次你就再帮我第一次，让小智换个好肾吧。方若洁，淘淘也是你的女儿，你就这么狠心吗？淘淘，你愿意帮帮小智吗？他可是你表弟呀，你不会见死不救吧？淘淘，我记得你作业没写完，你现在回家写作业。是啊，嫂子，捐个肾其实是小事儿，对捐赠者是没什么影响的，你何必这么激动呢？放你妈的屁！方洪波，没影响。那你现在就给我割一个肾看看有没有影响？淘淘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怎么说得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的？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话好好说呀！你女儿的高考明年可以再考。再说了，一个赔钱货，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小智是个男孩，以后可是要给方家延续香火的。你不让淘淘捐肾，就是要害死他。你的孙子是男孩，是耀祖，我女儿就活该做他的垫脚石，是吗？什么垫脚石？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在商量吗？今天淘淘生日，一桌子菜都是妈辛苦张罗的，你冲他吼什么？我几百万贴补出去是理所应当，他做几个菜我就得感恩戴德。既然如此，那这破菜我不吃了。天了你！程家兰，你疯了吗？对呀，我就是疯了。你妈平时对淘淘不理不会，今天一反常态，主动给淘淘张罗生日，原来就是为了让淘淘捐肾给他孙子是吗？哎呦，我的大孙子来啦！奶奶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你知道淘淘今天有多高兴吗？他以为得到了家人的认可，没想到是盯上了他的肾。佳兰，我妈她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她了。呸！我给你脸了！你只生了个赔钱货，我没让若环离了再娶就不错了。不下蛋的鸡！看看，这就是你说的误会。你和我妈计较这个干嘛？老一辈的思想就这样，何况是你先捉在先，她气急了才会这样说。你别无理取闹了。我无理取闹，
你妈都骂我是个不下蛋的鸡了，你怎么不说她满嘴喷粪？程嘉莲，你说什么呢？马上给我妈道歉！道歉？方若言，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跟你妈道歉。嫂子，你别说气话了。只要你这次同意帮小智，我相信妈不会为难你的。我凭什么要帮？帮你们还不如帮条狗，狗至少知道报恩。你怎么说话呢？嫂子，过去我不愿意和你们计较，现在你们打我女儿的主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嘉兰，没必要放狠话吧？方若文，你是淘淘的父亲，你想清楚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哥，你怎么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反了天了，敢在婆家撒泼！若文，你必须让她来和我道歉，还有同意给小智捐肾，否则以后逢年过节你们别想进这个家门了。妈，你别急，佳默他就是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我回去一定好好说说他。王医生，从现在开始，方小柱的透析费和治疗费我不再支付，帮我停掉自动扣费。妈，我们小智怎么办啊？医生说他要是不换肾，一直靠透析的话，就没多少时间活了。妈，您可只有这一个孙子。方若文，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你要是不帮他换肾，小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妈，淘淘是我的亲生女儿，我都舍得到这份上了，怎么会不帮小智？你先别急，等我回去好好劝劝家门。当初要他再生个儿子，他不肯，现在又想撂开手不管小智，说到底都是你没用，连自己老婆都治不住。淘淘呢？淘淘住外婆家去了。什么？大晚上的让他去外婆家干什么？住过去好，省得有人惦记他的肾。你是在防着我吗，程嘉兰？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把你当丈夫，可你骗我们去赴捐肾的局。捐肾没影响，淘淘怎么不能给小智？你有没有良心？我一直贴补你家，你妈还重男轻女，逼淘淘让步。我不会让淘淘捐肾，也不再给方家1分钱。他们一下子拿不出100万啊！他们有车有房可以抵押，只想占我女儿便宜。别让他们卖房卖车，我们停淘淘补课费，先垫钱救小智，行吗？你永远要牺牲淘淘，成全你弟弟。小智是方家唯一男丁，这个肾必须换。所以你也觉得小智比淘淘高贵？方若文，你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了。你媳妇停了治疗费，长进死孙子！你老婆到底什么意思？治疗费说停就停了？你叫她滚过来接电话！妈，你别生气，嘉兰她是一时糊涂了。大哥，是不是嫂今天生气了，所以停了治疗费啊？一家人有话可以好好说嘛，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你们先别急，我会和她好好说的。你看这事儿闹的，我就说这招太急了。现在好了，程嘉兰不干了。你懂什么？就得这样把他逼急了。他不想他女儿捐肾，就只能乖乖拿100万出来给我们小智换肾。他一个绝户货，这钱就该他出。妈，那他要是就不肯给呢？你放心，我哥最怕我妈了，这会儿肯定找他麻烦的。他停治疗费也就吓唬我们一下，过2天还不是得乖乖续上？以前每次不都这样？程嘉兰，你非要把事做绝吗？小智还在住院，你就把医药费给停了？他没有父母吗？他爸妈为什么不能自己出钱？你装什么傻？我弟2口子加起来收入没有你的1/10，他们哪有钱？当初你也说你弟还没发工资，让我先垫着，这一垫就是2年，每次一问就说手头紧，再缓缓。我没记错的话，你弟2年换了3部手机，周映雪还去国外玩了一趟回来，没钱。
也只有你这种瞎子会相信他们没钱。做人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我们条件更好，多帮衬一下我亲弟弟有什么不可以？你搞清楚，条件好的是我，不是你。帮衬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账上出，成全你好大哥名声用的是我的钱，是淘淘未来要用的钱。我妈说的对，你果然一直看不起我。看不起你？你第一家吸我的血，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妈偏心我也忍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谁？现在换来一句我看不起你，是你看不起淘淘和我，才会觉得这些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淘淘的爸爸，我怎么会看不起他？哪怕你把他和小智摆在同等的位置，你都不会在他高考前打捐肾的主意。冬天他天不亮就起床去早读，夏天顶着毒日头去补习，就为了冲刺清北。你怎么敢提出这种要求的？淘淘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不心疼？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当初全家人都去配了型，只有淘淘一个人符合。要是我能捐，我宁愿自己捐了。当初就是你瞒着我带淘淘去配型的，你明知道未成年人禁止捐肾，你还带他去，说什么只是配一下看看，不可能让他捐。结果呢？他刚满18岁就被你们全家盯上了，到底谁不是人？什么叫盯上了？那不是因为等了2年没等到肾源，刚好淘淘又成年了吗？刚好你妈！程佳兰，你嘴巴放干净点啊！明明有别的肾源，你们非要坑淘淘一把，就是舍不得那100万。淘淘的肾不要钱是吧？比来比去，你们就觉得坑淘淘划算多了是吧？100万是什么小数目吗？他们凑不出来啊！那我们先把那100万垫付了，以后再让他们慢慢还不行吗？你聋了吗？我刚刚才说过，我不会再出1分钱。还慢慢还，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从前借出去的钱，你弟还过1分吗？不是哭穷就是卖惨。程佳兰，你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小智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见死不救的杀人犯。见死不救的杀人犯是亲儿子在生死关头还想着占便宜耍算盘的你弟弟一家。这次我绝不可能再妥协。方若文，你要是再拎不清，那我们日子也不用过了。程佳兰。李律，我想咨询一下离婚财产保全的相关事宜。这些年我的隐忍妥协，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等着吧，既然你们这么不识好歹，那这些年的账我们就好好算一算。妈，怎么了？佳兰啊，我来学校接淘淘，班主任说他爸提前把他接走了，你们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呀？什么？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淘淘的手表有定位，怎么在医院？难道……淘淘，妈妈，爸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磨蹭什么？赶紧把检查做了，看看能不能做手术。你怎么来了？你又瞒着我把淘淘带医院来，你还是人吗？我们只是先做个体检看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是啊，嫂子，我们只是带淘淘做个体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要是体检没问题，你们就会把淘淘逼上手术台；要是他不适合手术，你们就会死乞白赖的逼我出钱。我没猜错吧？嫂子，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是又怎么样？你没有兄弟姐妹，又只生了一个女儿，你的钱不贴给夫家，还想花去哪儿？我们老家那些做了长媳的女人，哪个不是勤勤恳恳伺候公婆、照顾小辈，把一大家子都安排得舒舒服服？就你这样，敢和婆婆叫板的，放在我们村都没人要。也就方若文蠢，娶了你这么个矫情货。我不准你这样说我妈妈。淘淘，你这什么态度？奶奶是长辈，不能这样对奶奶说话，快给奶奶道歉！道你妈的歉！你敢打我儿子！程佳兰，你疯了是不是？
我就打了，怎么了？他们逼迫淘淘时，你唯唯诺诺；淘淘一反击，你就吆喝上了。你不配做淘淘的父亲。昨天我再三强调，不准打淘淘的主意，你们竟然还瞒着我，强行把他带来。这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们等着吧。我们老方家没有你这样的恶媳妇，你别想再进我家门！我要叫我儿子和你离婚！妈，你冷静点儿。妈，你说什么呢？离婚？要离也是我踹了他，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淘淘，我们走。抱歉，宝贝，让你看到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妈妈，表弟真的会死吗？放心，不会的。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做的太过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维护我才会和爸爸他们吵架的。我只是有些失望，爸爸为什么要这样？还是无法避免让淘淘受到了影响。淘淘，爸爸他不是不爱你。妈妈，我没事。这些年外人不清楚你的委屈，我难道还不清楚吗？从小到大，爸爸总是被奶奶拿捏，被叔叔撺掇。虽然你从来不说，但我作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比谁都明白。我不想看你为了我的事儿不开心。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的淘淘懂事的让人心疼，方若文真是不配有这么好的女儿。你只管专心冲刺清北，其他的事有妈妈在，你放心。程总，好久不见。李律，我的情况在短信里都说明了。您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但是您女儿马上要高考，这个时候采取手段，是不是有些着急？你知道吗？我回来之前刚去医院把我女儿接回来。正是因为她快要高考了，我才要速战速决。我太了解我丈夫一家了。他们只要觉得还有希望，就绝对不会放弃骚扰我女儿。对了，我有个房子想要卖掉，但是这个房子一直是我婆婆在住，现在我不想让她住了。我明白了，我来看看。大哥，钱续上了吗？我找财务预支了1个月工资，先把小智的透析费用垫付上，但也管不了多久。你没回家找嫂子要钱吗？佳兰，她带着淘淘回娘家住了，电话也不接。他以为带着淘淘躲回娘家，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吗？哥，不是我说你，你就让他这么随随便便躲回娘家呀？把你当什么了？我知道我带淘淘去医院，他一定会生气，但没想到这次他这么坚决。哪有女人像她这样的，动不动就给婆家脸色看？你告诉她，再这样就打官司告她，和她离婚。妈，可不能这样说啊！咱家最有钱的就是嫂子了，这要是真离了，那钱以后不都便宜别人了？我还就不信了，带着个孩子，他还真敢和若文离？一个二手货谁要他？这是给他看看我们的态度。他也就嘴硬，真要离，他肯定是最急的。他从没和我动过手，今天看他在医院那个态度，估计是铁了心不帮咱们了。洪波，我劝你还是尽早抵押房产，把肾换了，免得真把小智的病情给耽误了。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不管我们了？妈，这样小智怎么办呢？我不是不管，我是真没办法了。你抵押房子、车子，先换一笔钱出来再说，不行吗？大哥，
抵押房子的钱，我和洪波这点收入哪里还得上？万一房子被收走，到时候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小智上哪儿养病去？总不能换了肾就让他流落街头吧？妈，你不是说你一定会让嫂子出这笔钱的吗？你想想办法呀！别了，别嚷了，吵得我头疼。要不，妈，先把你这套房子抵押了，借点钱出来。什么意思？万一你们还不上，那到时候我上哪儿养老去？实在不行，你跟我们住，小智治病要紧啊。哎，我们的房子小，妈来了哪里住得下呢？还是去大哥家住吧。大哥家宽敞，配套也好，适合养老。行，等缓过这阵子，我把嘉兰哄好了，会说服她再拿点钱出来填这笔贷款的。要是她不肯，我也愿意接妈去我那儿养老。妈，您看行吗？还不是你没用，被那个程家乐治得死死的，搞得现在要抵押我的养老房。您消消气儿，等小智把肾换了再说。我和嘉兰这么多年感情，她不会完全不管我的，她就是一时气急了。是啊是啊，妈，肾源不等人的，咱们别真耽误小智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孙子啊。行吧。唉，那行，我明天就去银行办抵押手续。哥，过了这一阵儿，你真的和嫂子好好说道说道，做人不是他这样做的。哎，你们怎么进来的？你们谁啊？我们是受业主委托来评估房子的。什么？搞错了吧你们？我什么时候叫人来评估房子了？你们肯定是搞错地方了，滚滚滚！没搞错，我们受业主程嘉兰女士的委托来的，钥匙都是她给我们的。你们是租客是吧？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业主要卖了这个房子。什么？卖房子？这是我的房子，他凭什么卖？什么你的房子？产权证上写的程女士名字，她当然能卖。程女士说了，你们要是赖着不走，就把你们轰出去。赶紧的，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搬走。他放屁！这房子已经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他想得美！你告诉他，我们是不会搬走的。你们干什么？入室抢劫啊！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啊！大哥，你快打电话给嫂子，她是不是弄错了？程嘉兰，是你找人来卖我妈的房子吗？什么你妈的房子？我付的全款，我买的家具，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我的房子，也是我个人的财产。当初不是说好了，这是买给我妈养老的吗？你再生我气也不能这样吧？当初是借给你妈养老，现在我不想借了，当然就要卖掉。还好当初留了个心眼儿，房产证没写他妈的名字。方若文，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你们却把我的好说话当成好欺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操！你们给我松开！你们干什么？我要报警！你们这群土匪！嫂子也太过分了，这是人能干出的事儿吗？离婚！你现在就告诉程嘉兰那个贱人，你要跟他离婚！妈，你嚷嚷两句出气算了，我不能真的和家人离婚啊！咱们现在这情况，离了就全完了。蠢出升天的东西，哪有女的真愿意离婚的？你就不会吓唬吓唬她，让她知道你不是开玩笑的？是啊，大哥，你怕什么？哪个女人会在孩子高考前离婚啊？有淘淘在，她不敢的。大哥，嫂子这回真是过分了，她要是不想做弃妇，就把房子还给咱们，还得向咱妈道歉。你告诉她，她要是还想她女儿能好好读书，就得恭恭敬敬的把我请回这个房子里去，再拿100万出来给小智换肾。
否则就别想你再回那个家。谁是方若文？我是。什么？离婚？这是嘉兰寄给我的，她怎么能为了这点事跟我提离婚呢？嫂子怎么会想到离婚呢？她路子比我们多，要是真把这房子卖了，我们怎么办呢？慌什么？她肯定是吓唬你的。这么多年了，她一直被你拿捏着，要是忍不了，早提离婚了，还用等到今天？对，嫂子肯定是放狠话，想逼你低头。大哥，你今晚先回岳母娘家探探口风，哄哄嫂子。他说离婚就离婚，做梦呢！这房子就算当初是他付的全款，那也是婚后买的。既然是婚后财产，那我哥理所应当占一半，不算清楚别想离。没错，这是婚后财产，这房子凭什么他一个人做主？若文，你现在就去找他。我的房子要是他敢卖了，咱们就闹到警局去。妈，别这么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闹到警局说不定真没回头路了。你先让大哥回去找嫂子说道呗。说啥呢你？以后咱们小智用钱的地方还多着，算不算清楚都不能让嫂子真离了呀。是，先让大哥回去找嫂子聊聊。大哥，他一直都听你的，这次你得让他知道你动真格的了。他再敢动这房子，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听到没有？你妈这一把年纪让媳妇从房子里赶出来，老脸往哪儿搁？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还能指望你吗？妈，是我不好，您本来就血压高，快别生气了。我会去搞定嘉兰的，我这就回去。您先去洪波那儿小住2天。程女士，事情都办妥了。程女士，事情都办妥了，我们把霸占您房子的一家人都轰出去了。那就好，麻烦你们了。您这个房子户型好，正好符合我一个客户的要求，我明天就带他们来看房。行，尽早成交。你们事情办得好，提成我也愿意多给一些。没问题，您等我消息。嘉兰，就买这里吧，这个户型好，采光好，妈肯定喜欢。可是这个房子挂牌价150万，比咱们俩预想的高出了50万。也是，可是一圈看下来就这儿最好，要不咱咬咬牙吧？咬咬牙，我手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啊。老婆，我妈过了一辈子的苦日子，难道晚年就不能过得舒坦点吗？咱们还年轻，钱没了可以再赚，把妈接来住更要紧。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妈，垃圾桶我放过来了。就你们城里规矩多，这房子我儿子买的，我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我先走了，接淘淘上课去。淘淘报那么多班干嘛？有机会你也该把小智带去一起补课，别光想着自己家，知道吗？吸完我的血，还想吸我女儿的血，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得逞了。乖宝，写完作业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非洲看草原大迁徙吗？等你考完，妈妈就报个豪华旅游团，带你环游世界，痛痛快快玩个遍，好吗？真的吗？妈妈，咱们是不是不回去了？妈妈，咱们是不是不回去了？难道淘淘还是很在意这个事？这回的事儿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唯一担心的是会影响你高考前的心情。妈，我的意思是不回去了，我就把我要用的书都搬到外公家来。淘淘，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奶奶喜不喜欢我，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妈妈，你是为了我有个和睦的家才处处忍耐，但忍耐其实换不来和睦。我这一刻才明白，因为我的忍让，淘淘无形中一定也跟着受了不少委屈。妈，我很庆幸，我现在已经成年了，你再也不用为了我忍耐了，我再也不用像个秤砣一样拖着你的脚了。不是的，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拖累呢？都是妈不好，应该早点带着你走的。妈妈，你等着，我一定会考上清北，赚钱给你，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受气。爸妈，这么晚你们怎么还没睡？嘉兰，你过来坐，我和你妈有话要问你。
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带着孩子回娘家住过，你这是有什么打算？你这是有什么打算？虽然你不说，但我们难道还不了解你吗？你这2天情绪都不对。爸妈，我想离婚，希望你们理解。离婚？你想清楚了吗？好，现在离也不算晚。当初你和方若温是大学时期谈的恋爱，我和你妈想着学生时代的感情可贵，即便她家庭条件一言难尽，我们也没阻拦你。可是后来他家里人实在是太难相处了，我和你爸一直在后悔呢，怎么让你嫁进这样的家庭？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下定决心，爸爸妈妈支持你。对不起，爸妈，这些年让你们操心了。老婆，嘉兰，程嘉兰，开门！爸，嘉兰和淘淘呢？他们休息了。爸，你让我见见嘉兰，我要找她说清楚。爸，您还被瞒在鼓里吧？程嘉兰她要和我离婚，她想气我，也不应该这么任性吧？任性？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你却还以为她是和你斗气，一时冲动？爸，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女儿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她。她不想见你，你就进不了这个门。您支持她离婚？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少年夫妻老来伴，怎么能真的离婚？爸，你是长辈，你怎么能纵容他胡来？你也知道说一句老来伴，你一次次让他忍让你家人时，怎么不想想他的感受？爸，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总不能不管我妈的死活吧？那是我妈呀！孝顺父母本是应当，可是不管自己家人死活，一味愚孝就是你的错。做父母的也该有分寸，难道向孩子索要什么，孩子就都得满足吗？这些年，你家里人从嘉兰手里搜刮多少？我不过问不代表我不知道。他为了你，好几次来找我们借钱。我承认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周到，但嘉兰也不能把我妈那房子卖了吧？我妈那么大年纪被赶出去，出事她负得起责吗？有话不能好好说。我卖我自己的房子被你说的丧尽天良，而你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句不周到。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嘉兰，我只是讨论，你没必要上纲上线。先跟我回家，别让邻居看笑话。我不会跟你回去，这个婚我离定了。你不愿意，那就法院见。嘉兰，程嘉兰，程嘉兰，程嘉兰，深更半夜闹什么？再吵我报警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是你非要闹的，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你好，是程嘉兰女士吗？这里是剑南路派出所，有人报警称你侵占财物，麻烦你过来一趟配合调查。好，我这就过去。方家人这就急了，这才刚开始，之前从我手里拿走的，我会让你们全部吐出来。程嘉兰，你还有脸来呀？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嫂子，你别怪我们报警，这事儿放谁家也说不过去，你又躲着不见人，我们只好来警局说道了。有瓜？什么情况？哎呀，你们看，这就是我儿子娶的好媳妇儿啊！我亲孙子得了病，他见死不救，还私自卖掉我的房子，把我一个老太婆赶出家门，简直丧尽天良！求大伙给我评评理！是啊，嫂子，就算你不喜欢我们，也不能这么对妈呀。妈这个年纪哪里经得起你这样折腾？这女的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这么歹毒。陈嘉兰，那房子是你和我哥的婚后财产，就算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只要我哥不点头，你都不能私自卖掉，这是侵权，是吗？嘉兰，我本来也不想闹到警局，但你实在太胡闹了。一会儿你按照民警说的把房子交换回来，我们也不会真要警察处置你，其余的回家再说好吗？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大能耐呢，就这？嘉兰，你闹够没有？嘴硬有意思吗？你们翻民法典的时候怎么不多看几行？李律，跟他们说说。
这个房子购房的全额款是由程女士父母出资，并且注明了只赠与程女士一人，所以就算是婚后购置，也和方先生无关，更和方先生的家人无关。你放屁！哪有这样的？和我儿子结婚后买的，那就是我儿子的，你少在这唬人！当初买的时候，你可没说这是你父母赠与的，你故意瞒着我。当初你非要买远超预算的房，说一辈子没别的，就想尽尽孝道，逼得我只能去向我爸妈借钱，怕你心里不舒服，我才没告诉你。哇，原来这才是事实啊！反转了，这一家子这么无耻啊！让老婆出钱给自己尽孝，还想霸占房子，太离谱了！我不信，你们一定是骗人的！有纠纷就去调解，吵什么？这里是派出所，不是菜市场。警察同志，就是他抢我的房子，那房子我儿子明明应该占一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你就是程家兰女士。我是。同志，你看，这是当时程女士父母转账记录，备注写明赠与程女士一人，产权证仅程女士名字，不存在侵占。是这样没错，人家这的确是父母赠与的，不存在侵占。怎么会这样啊？这下怎么办啊？哥，你想想办法呀！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要开始。既然今天你们都闹到派出所了，那我就连本带利跟你们一起算算账。你弟当初买车从我这儿借了20万，你侄子的医药费我垫了60万，还有你开车撞了人，对方要10万赔偿，也是找我借的。这些钱你们一分都没有还过，还敢逼着我女儿捐肾！夏兰，你们总共从我这儿借走90万，我要求你们这个月内还清欠款，否则我会上诉追缴。吃官司，那不是要影响小智的前途？哎呀，没想到这媳妇儿这么心计算计呀，故意摆我们一道，让我依法年纪被赶出家门。嘿，贼喊捉贼呢，这是太不要脸了，把儿媳妇家当血包呢。要求一个孩子捐肾，从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事儿。拍什么拍？好了，事情说明白了，你们不要在这里吵了，都散了。别急，当初又没写借据，咱们直接不认账，他又能怎么样？你别在这造谣了，你什么时候借过我们钱了？就是，那都是我儿子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初你们说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写借据，不然就是我信不过你们。现在你们是拿准了我没有借据就不认账了。嫂子，你这话说的……程家兰，你嫁给我哥，什么都是我哥的，我哥拿钱回家那是天经地义，你算老几？你找我借钱时说的话一清二楚，还有银行转账写了借款2字的记录，我也可以调取。那又怎么样？没借据谁会理你？是吗？李律，你来给这群文盲普法。这些证据在没有借记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数据证据被采纳。法官一看就知道谁在耍赖。不过我劝你尽早认账还钱，免得到时候打官司得连诉质费、律师费一起赔。说的是真的吗，哥？我给你们10天时间还钱，否则就等着吃官司吧。你他妈个臭婊子，少在这吓唬人！佳兰，佳兰，佳兰，现在家里困难，你不能这个时候还起诉我们吧？佳兰，你不能逼死我们呀！他们逼淘淘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着急？佳兰，佳兰，老婆。嫂子，他不会真的要告我们吧？我们哪有钱还他？我出钱给小智换肾，还想把钱和房子都要回去，我不会让他好过的。他单位在哪儿？我要去他工作的地方把他搞臭。喂，方先生，赶紧来医院一趟，你儿子快不行了。什么？医生，我的孙子呢？医生，怎么会突然又恶化了？患者刚刚抢救过来，体征暂时平稳，但必须马上换肾，不能再等了。之前我孙子明明好好的，还能下床走动，怎么才过几天就恶化了？是不是你们医院搞鬼？这位家属冷静，之前稳定是因为年轻有肾源，但你们迟迟不签字，一拖再拖，再不换肾会多器官衰竭，赶紧去想办法。
当初你们说100万换肾贵，要淘淘捐，要嫂子出钱，现在耽误并行了。你什么意思？我和妈是为减轻负担，你有程家兰一半本事，我们用这样？你整天看电视打麻将，好意思埋怨我？好，你是嫌我不够有钱了？好了，别吵了，赶紧联系捐赠人才是正事儿。还不都是你没用？你口口声声说会搞定，结果呢？你口口声声说会搞定，结果呢？从小你就没你弟聪明，媳妇儿不听话，生个赔钱货没香火，你有什么用？早知道不该耽误时间。是我没用，为让你满意，我家快没了，在你眼里我永远比不上弟是吗？哥，妈气急了，别较真。是啊，大哥，一家人犯不着。嫂子，还是得找嫂子。外姑肾源要100万，哥你去求她，不要淘淘肾，不要房，只要她不离婚不起诉就行。我去求她怎么求？当初为你们闹成这样，现在撕破脸要离婚了，哪里回得了头？大哥，我们想差了，你就假装认错，先缓过去，这是生死关头啊！你们，我可以低声下气去哄她，可小智等得起吗？就算一时不离，他也不会再拿钱给你们。我把房子抵押，贷的钱够还肾，只要稳住嫂子，以后我总有办法让她填这笔钱。对，先稳住她，说不要房不要肾，家和万事兴。等换完肾，再慢慢从她手里抠钱填贷款。是，大哥你去说，嫂子肯定不生气了。我们也不想你离婚呀。你先低头，你没本事让她服软就自己服软，难道想看着小智死吗？其实这么多年，我和佳兰一直还算和。行了，先换肾要紧。耀儿，我跟你去办抵押，这段时间我上你那儿住。妈，我们房子小挤，怕你住不惯。大哥家房多，你去大哥那儿住吧。行，我愿意照顾妈，只是佳兰那边……要不我也去给嫂子道个歉吧，我跟她解释一下。要不我也去给嫂子道个歉吧，我跟她解释一下。你道什么歉？是他先把妈赶出来的。我们闹到派出所，不也是因为他不肯见我们吗？行了，别争了，你们先去把捐肾的补偿费带出来吧。佳兰那边，我先去找淘淘探探口风。这回你们谁也别掺和，免得又火上浇油。淘淘，过来。爸爸，你怎么来了？我和你妈吵架影响到你了，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补偿你。谢谢爸爸。不了，我午休时间很短。那没事儿，爸爸给你班主任请个假就行。爸爸，你记得我在哪个班？班主任姓什么？是爸爸疏忽了，不够关心你。你单词机被小智拿走了，爸给你买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你单词机小智拿走了，爸给你买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你妈最近也不接我电话，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回家记得劝劝你妈妈，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闹成这样，也影响你学习不是？就因为我懂事，所以我有什么好东西，你总是要我让给小智。这种委屈，我和妈妈都不想再往肚里吞。你这孩子，而且我已经成年了，妈妈要如何做是她的自由，我不想干涉。你也怪爸爸让你捐肾是不是？其实我和你奶奶就是那么一说，没真打算让你捐。没想到你妈反应那么大，闹着要离婚。爸，这就不是单独一件事导致的。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至少先去和妈妈诚恳的道个歉吧。你这孩子已经买了，你就拿着吧。爸，单词机我不需要了，高考词汇早就背完了，你回去吧，我去找同学一起吃饭了。妈，你先休息，我把你的东西拿到客房先收拾好。嗯。败家娘们儿。这贱人浪费钱买这么多好东西，自己享受，不拿钱出来给我孙子换肾。等这阵子过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程总早。
陈总已经和陈总约好地方了。陈总喜欢文玩，我之前特地找人带回来一串白蜜蜡，放家里了。你陪我一起去取了，送给陈总。好。妈，东西我都收拾完了。妈，你翻这些东西做什么？佳兰知道又要生气了。哼，我就拿来看看，又不要她的。这么多好东西，还不许你妈瞧瞧啊？真是个黑心肠的贱货，给小智换肾不舍得出钱，净买这些没用的玩意儿，还怪我们贪心。妈，你既然不想我们离婚，就少说几句吧。只是跟你抱怨几句，这也不行。她既然嫁到我们家，就该以婆家为先。事事只想着自己，买这么多浪费钱的玩意儿，对你弟弟家却那么抠门，难道我说错了？你心里有怨气是不是？觉得是妈害了你，让你见不着老婆女儿是不是？妈，我没这么想。哎，妈老了，你弟运气不好，没个好工作，儿子又生病，这个家还得靠你撑起来呀。所以这次佳兰虽然过分，但我也不想和她计较。妈为的都是这个家啊。没事儿，妈，既然洪博他们贷款已经办下来了，等小智换了肾就会好起来。佳兰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我也是说话太急了，两个人才闹成这样。我想好了，我去找他道个歉，以后慢慢再说。佳兰，你回来了。佳兰，你回来了。这是谁？哥，我是程总的下属。我陪程总来取给客户的礼物。哦，我是他爱人，进来坐。离婚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协议什么时候签？佳兰，我想好了，你全款买的房子，我妈以后不住了，之前垫付的医药费等等，我弟弟他们也会还钱的。咱们有话好好说，别提离婚，好吗？房子本来就是我的，用不着考虑你们的意见。捐肾的事儿，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已经看清了你这个人。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你纠缠，我拿了东西就走，你不同意，我就起诉离婚。佳兰，咱们这么多年感情，你就这么无情吗？你动了我的东西吗？我没有啊。给我。什么东西？你手上戴着的，是我要送给客户的礼物。哦，就是这玩意儿啊。我也就看看，你不会跟我好好说吗？你不经过我的同意乱动我的东西，我已经很客气了。你这个小妈，佳兰，妈只是好奇看看，没有别的意思。是啊，佳兰，你没必要这么紧张，都是一家人，你和若门有什么话也要好好说，不要带情绪。是啊，佳兰，妈也知道他之前说话难听了点，你看他住的房子也被你收回了，他也没说什么，你也别生气了好吗？一家人。谁会逼家人捐肾呢？这不是没捐吗？我们当初也就是问一句，淘淘不还好好的在学校吗？难道要等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才有资格生气，有资格离婚吗？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成全你。从你动了这个想法开始，你就不配再做我的丈夫，不配再做淘淘的父亲。你不想离婚，无非是放不下我能带给你们的好处。我不吃这套。把手串还我，我还要赶着去工作。给脸不要脸！我儿子不同意，你就别想离这个婚。这破手串我也给你砸了。哎，程总，没事，我接住了。你知道那双手串值多少钱吗？又想显摆你那套婚前婚后财产的说法。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婚后买的，那就都是我儿子的东西，我想怎么扔就怎么扔。妈，你又急了，快别说了。咱们都这么低声下气的和他道歉了，他还不识好歹，离呗，你离得了吗？还敢带个男的回家？谁知道你所谓的忙事业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才非要离婚？我告诉你，要么老老实实回来过日子，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要么我就去你单位闹，去淘淘学校闹。佳兰，你怎么能对我妈动手？还敢打我女儿主意？下次我直接砸你头上！造我的谣，看不上我女儿，还舔着脸来住我的房子，我让你住！哎，你干什么？
程嘉兰，你疯了！你怎么变得这么蛮横？从前的我倒是脾气很好，你配吗？你凭什么砸东西？这些都是我儿子的。你自己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的婚后财产，我看不顺眼想砸就砸了。你要敢去闹淘淘试试，我还有更蛮横的手段。你这个败家的！我作为同事都看不下去了。程总在公司一直为人和善体贴下属，在你们这儿被逼成什么样了？就你刚刚说的那些垃圾话，你好意思指责程总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什么事儿？我算个人，你算吗？只要是正常个人都看不惯你们的所作所为，再造谣我和程总，小心我告你！小王，我们走，没必要和他们浪费时间。这个杀千刀的贱人，这是铁了心要把我们一家踹开啊！程嘉兰，你既然这么绝情，那就别怪我算计了。你要干什么？我就和他拖着不离，然后想办法把洪波的贷款转成我和程嘉兰的共同债务，他别想脱身。程总，刚刚我是不是多管闲事了？谢谢你维护我，您不怪我就好。我现在就怕他们真的无耻到去学校骚扰我女儿。距离高考只剩1周了，这也不难，让他们在高考前分不出神来去办这件事就行。你帮我联系一下追债的公司吧。什么？程嘉兰居然这么嚣张！你妈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我们之前真是对她太客气了。早知道就不该回去求他，可能就是欠收拾。他是不想他女儿能顺利高考。干什么？你们吓唬吓唬程嘉兰就算了，难道还真想去为难淘淘？她是我亲女儿。哼，大哥，你那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他可没当你是一家人，他只认他那个有钱的妈。说什么呢？淘淘还小，不懂事儿罢了。方红，淘淘再怎么样也是你的亲侄女。你儿子有病，我再舍不得也肯让淘淘捐肾。你呢？为了和程嘉兰较劲，难道要毁了我女儿？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嚷嚷什么？说这种话你就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东西，你老婆更不是东西。洪波，你说什么呢？大哥，你也别生气，洪波他最近压力有点大。昨天小芝已经成功换完信了，你们也不用那么焦虑。至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现在我那儿住着不方便，这段时间妈就住你们这儿，等小芝回家也多个人照顾她。应该的。大哥，你今天也留下吃个饭吧。不了，家里烂摊子还没收完，我走了。洪波，不管怎么样，淘淘是我的女儿，高考前你绝对不要去骚扰她。知道了，知道了，我就是说说而已。一个赔钱货，考得好不好有什么重要的？毕了业和你大哥一样，也是个没用的东西。我们家小智现在虽然已经换了肾，但回学校读书怎么也得明年了，还得交学费。你们是没见着程嘉兰这个贱人，家里买的用的全是我没见过的牌子，都是好东西。这么多钱竟然一分都不愿意拿出来，我们小智也是命苦，白白耽误了时间。不然这回高考绝对会比那个赔钱腾考的好。妈，大哥说他能帮我们转移债务，是真的吗？对，我听说夫妻共同债务没那么简单的，如果妻子不知情，大概率不算数的。咱们之前就是不懂这些，让程家雷吃得死死的。这回咱们可不能再大意了。你大哥就不是那个贱人的对手。他之前每次都说让我放心，结果都是让人拿捏受气。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废物？妈，我看程家现在是铁了心，唯一的软肋就是淘淘。咱们想逼他拿钱出来，就得好好利用这一点。高考一过，那小赔钱货出去上大学了，咱们可就再没什么能要挟程家兰了。那你的意思是，高考前就是最好拿捏他们的时候。他程家兰我们斗不过，可淘淘是小姑娘，脸皮薄，风言风语可经不起几句。他要想淘淘不受影响好好考试，什么债务什么医药费，他全都得给我办得妥妥帖帖，认了这个债。可这要是让大哥知道了，会不会再也不帮我们了？你大哥最孝顺，只要我说两句，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贱蹄子，父母要离婚了，连帮爸爸说句话都不肯，有什么好维护的？天，我就让他女儿的同学也看看，他一家人是怎么狼心狗肺、见死不救的。到时候，程家兰肯定哭着来求我。是大哥忘了拿东西了吗？你他妈谁呀你？这是我家！就你欠钱不钱是不是？儿子，你没事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儿子，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了人？我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没有错，就是你欠了人家医药费不给，借的钱也不还。你是程家兰雇来的，他妈的，你们这是犯法！什么叫雇？话可不能乱说。我是程小姐的朋友，来帮她和你们说道说道。你们打人就是违法！你们欠钱不还的时候不想着遵纪守法，现在倒是讲法律了。我还不清楚你们这些人吗？法院不判就拖着不还，法院判了就当老赖。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要你还钱了，你当自己是老子。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交钱出来。我们真的是没钱还。我查过了，你房子抵押出去了，去掉你儿子手术的钱，还有余钱。我儿子术后养身体还需要钱啊，能不能宽限一下？宽限？前面那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名下还有一台40万的车，这老太婆在银行里还藏了50万，把这些钱都拿出来，还完程小姐的钱，怎么就不够你们儿子养身体了？自觉点，不然到时候我会把你们的丑事儿发给所有认识你们的人。你这么做是违法的，你就不怕我们报警吗？报警？你们儿子刚换完肾，还在医院吗？你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们几个去那儿坐着和他聊天，不犯法吧？他还只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滚开！你们这么丧尽天良，就不怕遭报应吗？少他妈的废话！我大哥说了90万，1分都不能少。哎呦！呸！跟你们这种人说话，我都嫌晦气。听说你们还逼程小姐的女儿给你们儿子捐肾，我干这行也算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了，还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耻的。求你了，别去找我孩子。说到你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着急了，那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人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不想让我去医院，就老老实实还钱。我给你们1周时间，不管你们去办抵押也好，卖车卖房也好，7天后我要看到这笔钱到账。否则，我多的是合法手段，让你们全家吃不了兜着走。这可怎么办啊？难道真的要把我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去还给程家兰那个贱人？妈，现在小智最要紧，他刚换完肾，还得观察排异反应，不能让这群无赖去骚扰他。你就帮帮我们吧！哎呀，怎么弄成这样了？我的命好苦啊！没办法，小智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就算躲回家，他们也能找上门了，只能赶紧把钱。姐，已经通知到位了。好的，做得好。我办事，你放心吧，姐。只准用合法的手段，不要惹上官司。还钱是其次，重要的是让他们没工夫去找我女儿。我明白，我让我2个弟弟在他家附近盯着呢，高考前绝对出不了差事儿。那就好。
怎么样？还有3天就高考了，有信心吗？虽然很紧张，但是我还是有把握的，妈妈。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等你考完，妈妈带你痛痛快快去玩。离婚协议你签了吗？还有3天，淘淘就要高考了，我能来看看他吗？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添乱了，挂了。哎，佳兰，佳兰，我愿意离婚，但是我想见面聊聊，你顺便把协议也带来吧。佳兰，我愿意离婚，但是我想见面聊聊，你顺便把协议也带来吧。行，半小时后我有时间。洪波，不管怎么样，淘淘是我的女儿，高考前你绝对不要去骚扰她。知道了，知道了。一个赔钱货，考得好不好有什么重要的？妈，大哥说他能帮我们转移债务，是真的吗？妈，我看程家兰现在是铁了心了，唯一的软肋就是淘淘，咱们想逼他拿钱出来，就得好好利用这一点。你大哥最孝顺，只要我说2句，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贱蹄子，父母要离婚了，连帮爸爸说句话都不肯，有什么好维护的？方若文，你真是个笑话，不，你连笑话都不如。想好了就签了吧。想好了就签了吧。佳璐，坐着聊会儿吧。这个咖啡厅，咱们生淘淘以前还经常来，你记得吗？不记得了，长话短说吧。我弟他们已经把车给卖了，但是还完这笔钱呢就没有钱生活了。能不能先还50万，剩下的40万明年再给？我会看着他们，保证不会赖账的。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折，还我60万，剩下的算了。但你今天就得给我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我不想拖泥带水。我知道是我活该，但是咱们之间真就再也没有可能了吗？现在问这些不觉得晚了吗？我后悔了，佳龙，我不该忽视你和淘淘的想法，我不该自以为是的牺牲你们的需求，我以为牺牲就能换来认可，我错了，大错特错，我以后一定把淘淘放在第一位。佳兰，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你，别拆散我们这个家。佳兰，我们这么多年从校服一路走到婚纱，孩子都这么大了，从来没有过什么原则性问题。平时只要我家里人不来，我们日子还是很幸福的。宝宝，我是爸爸。他认得你的声音呢。动了。爸爸生日快乐！有你们真好。过日子不能只看好的时候，有事发生时才能看清身边人的本质。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了，你从来不珍惜，把我和淘淘越推越远。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你了，签了吧。乖孙，来，吃一口吧。不吃，做的菜难吃死了。好，好，好，不吃。你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去买。我不想吃。我妈呢？我爸呢？我做个手术出来，他们人影都不见。乖宝，你爸妈办事去了，不是不来看你。办什么事比我重要？怎么样？他怎么说？他说只有你们还60万，今年还30万，明年再还30万。好，你弟抵押车的钱今天放款了，
刚好能还上这30万。这回他这么好说话，愿意少拿30万，丧良心的贱人一个，害得我天天守在医院，就怕收债的来，还以为他多厉害呢。因为我签了离婚协议了。什么？你把离婚协议签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跟我说要拖着不离，然后帮你弟转移债务的吗？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个蠢出升天的玩意儿！你把婚离了，咱家的账以后谁来平？妈，至少你的养老钱能保住一些了。小智这个月的住院费我也交了，我能做的全部都做了。我一直都很听你的话，因为你是我妈，我这辈子都欠你。但是以后我不想再管红光的事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更喜欢洪波，你总说他更像你，我也没有怨你。洪波上大学没钱，你让我打2份工赚；洪波找不到工作，你让我到处求人去给他解决。你找我翻这些旧账干什么？那是你弟弟，你不帮谁帮？我做这些是因为你是我妈，因为我不想你操心。你说让淘淘捐个肾给小智，我都忍了。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你每次说那些恶心人的话，我都拦着嘉兰让他别和你计较。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你是老一辈，有些事儿改不了，但你们居然背着我商量去学校，毁了淘淘的高考，你们把我当什么了？你现在是觉得我亏待你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怎么对你的你知道，你们怎么对待我的呢？把我当工具，把我当外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为了你去给洪峰擦屁股了。妈，你怎么站在门外？完了，这下全完了！红波，你哥和程嘉兰已经离婚了。什么？已经离了？签了字了，手续都办了，你哥还放话说以后也不管我们了。怎么真离了呢？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啊？车也抵押了，妈的房子也没了，我们手里剩的钱交完医药费也没多少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啊？嚷嚷什么？什么事都只知道哭哭哭！既然离了，那就不是一家人了。这贱人把妈的养老房收走，还害我抵押车子，现在又把我们一家一脚踹开，他别想善罢甘休。算了吧，老公，我感觉我们根本斗不过嫂子。他又没有兄弟，家里就一个女儿，我还怕他？我哥不管了正好，省得碍事。你还是打算去找那个赔钱货的麻烦啊？你大哥那天听到你说的话，就是为这个伤了心。你要是真去闹了他女儿，我怕他真的再也不会理我们了。妈，你别多想了，不可能。我哥离了婚，他的家人就只有我们了，他也就是说说气话罢了。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你小子还想去骚扰人家女儿呢？没有，我没有，还没有。你小子鬼鬼祟祟去印刷店的时候，我就盯上你了，你当我瞎呀？我告诉你，虽然钱你是还上了，但是高考前你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没你好果子吃，我可盯着你呢。哥，还真让你说中了。收了钱当然得办事。程小姐出手大方，离高考就2天了，这2个人一定得盯紧一点。知道。怎么样，发挥的好吗？我觉得我已经超常发挥了，真的？太
太好了，我已经订好机票了，咱们明天就去旅游。好耶，爱你，妈妈。辛辛苦苦备考了这么久，现在就该痛痛快快玩去。买这么多菜干嘛？现在家里又没几个钱了，你还这么大手大脚？也不知道节约一点。妈，你吃不了那么多，小智可还要长身体呢。下周他出院回家了，你可别再说这些了。怎么样？那两人没在楼下了吧？我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他们，高考都考完了，肯定走了。真是没想到程家兰这么阴险，还专程雇2个人来盯着。唉，没能趁高考这个节点逼他拿钱出来，真是可惜。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你除了抱怨还会什么？工作也没一个，以后还得靠我儿子养。妈，你儿子那点工资哪里养得起家？说白了，以前咱们都是靠嫂子养，现在好了，你把人给逼走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当初是谁来找我哭，说换不起肾，想求嫂子又开不了口，逼人家女儿捐肾的馊主意可不是我出的。都别吵了。喂，总监，你来把工作交接一下，下周起不用来了。什么意思？你要开除我？不是开除，是公司结构优化，你这个岗位不需要人了。你什么意思？说是优化，不就是开除？你早点来收拾东西吧。公司怎么能说开就开我？是不是有小人害我？什么有人害你？方洪波，你工作态度什么样？你自己没点数吗？一天到晚请假，交上来的报表错漏百出。经理，你帮帮我吧，我现在这个情况真的不能没有工作。你别逼我说难听话，这是公司已经决定了的事儿，赔偿也会按规定给你的，你早点来交接就是。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忽然被开除啊，老公？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解雇我？这也太突然了。是程家兰，是他做了什么？他还嫌我们不够惨？不会吧？肯定是他！这个贱人一直盯着我们整。他女儿考完了，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程家兰，你给我滚出来！儿子，这回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好给你妈我出口气。程家兰，怕了吗？你敢不敢出来面对我？妈妈，你说我这次能拍到小狮子吗？肯定能，我订了一家位置特别好的酒店，离保护区特别近。反正咱们这一趟要玩15天，时间充足，有的是机会让你去拍。我已经等不及。爸妈，一会儿要飞很久，你们把这个带着好睡觉。这还是外公外婆头一次和淘淘出去玩呢。是啊，咱们一家人难得有时间一起旅游，拿回那些原本就属于我的钱，也是时候带自家人好好享享福了。怎么还没下来？你们怎么去这么久？他人呢？看样子是不在家。儿子啊，要不今天先回去吧，天气太热了。是啊，在这守株待兔也不是个事儿。行，我就不信他能拖家带口消失。他总要回家的，晚上再来。今天倒一下时差，明天再好好玩。大草原，我来啦！什么人啊，在这晃悠一天了。儿子，今天要不先回去吧，妈实在受不住了，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浑身疼。不可能，他爸妈就这一套房子。这都11点了，别说程家联了，连淘淘也没见着，他们是不是不住这儿啊？那咱们明天再来行不行？我这老腰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行，咱们先回去吧，你快来扶着妈。我看到角马了，他们排着队。小心一点，别摔着。妈妈，谢谢你带我来，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景色。儿子，3天了，咱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不对劲儿啊！淘淘，看镜头，3、2、1。外公拍的真好看，是因为我们淘淘好看。走吧，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呢。儿子，3天了，咱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不对劲儿啊！他妈的，这娘们儿是不是出去享受了？要我说，今天小智出院，咱们应该和小智他妈一起去接他，不该在这儿浪费时间。映雪一个人去就够了，他娘的，不找程家兰出这口恶气，我不痛快。让我堵到他，我他妈非得抽他几个耳光。就是那2个人在这里鬼鬼祟祟好几天了。你们不是业主吧？不是业主怎么了？来找人的不行啊？我们来探亲的，我儿媳住在这儿。哪有探亲的一直在楼下等他？你上哪一户探亲？打电话给业主，我核实一下。我们那个电话没打通。业主叫什么总知道吧？我哪记得那小贱人老爹叫什么？我们就是来找人的，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穿个制服就以为自己是警察？我们这小区本来就严禁外来人员随意进出，为了业主安全考虑，请你们离开。走走走，松手！多管闲事啊你们！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上门踩点贴广告的？再鬼鬼祟祟，我们报警了。妈，你们怎么在这儿？老大，你来了，你快和他们说一下，我们是来找人的。之前和你们登记过，我女儿住这儿，我家里人。早说啊！问了半天什么也说不出来。人模狗样的东西！嘿，你们来干嘛的？你又来干什么？都离婚了。淘淘高考完，我作为父亲还不能来看看他，到时候要办升学宴什么的，我总不能缺席吧？是，你女儿要上考大学了，要风风光光办升学宴了，你要跟着沾光了，连自家人都放话不管了是吗？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找程家兰麻烦吗？省省吧你，大哥。你不过也就是看淘淘将来有出息才这么紧张，怕我坏了你的摇钱树。你真是个畜生！我畜生！你他妈的什么都有了，不肯帮兄弟一把，到底谁是畜生？从小到大你都不如我聪明，凭什么你娶到有钱老婆，还生了个健康孩子？你这个畜生，你过得不好就来害我！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俩这是干什么？陈总，休完大假了，环游世界体验如何？是啊，昨天刚回来，玩得挺开心的。你之前托我办的事儿都办好了，你收回来的那个房子也卖出去了，算了算，你还赚了30万呢。多谢李律。听说你女儿考上了清北，恭喜你啊！该请客吃饭了吧？你消息还真是灵通呢，李律。我帮你跑这个房子的手续时，还听说了一些事儿，是你前夫家的事儿。听说刘金兰中风瘫痪了，方洪波没了。
刘金兰突发中风，瘫痪不能自理。你前夫拒绝照顾她，她只好住在小儿子家。两口子为此撕破脸离了婚，女方带着儿子走了。那个方洪波急了眼，居然跑去举报捐肾给他儿子的人，以器官买卖违法为由，逼着对方把那100万吐出来。谁知那家人也不是好惹的，拿把水果刀就把他捅死了。这可真是现世报啊！与我无关，以后我只过好我自己。服务员，买单。